各位朋友，昨天呢，咱们说到赖清德窜访失败以后，连个去非洲见戴阴茎鞘的酋长都见不着啊。但是呢，这个国民党呢，有一些人呢，国民党里边包括什么，赵少康啊，什么蒋万安呐，还有国民党文传委的发言人呐，尹乃菁啊，都说了一些风凉话。有悖于一个中国92共识的一些风凉话。昨天我在节目里就问，我说郑丽文和柯文哲，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结果呢，郑丽文自己表态了，而尹乃菁呢，也根据郑丽文的表态改变了口风，那这就对了嘛。尹乃菁对前一天的表态进行了修正，他是这样说的：两岸在外交空间的博弈，关键在于政治互信。只要两岸回到92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很多问题都好谈。过去台湾在这个基础上也顺利过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尹乃菁的这番话呢，与郑丽文呢下午在国民党中常会的发言就比较接近了所以郑丽文的这个政治的领导力和政治的敏感性怪不得人家是主席呢。尹乃菁就是这个前一天就涉嫌僭越了。我们先听听郑丽文主席的发言吧。今天我本来感冒，想说可能可以不用讲话，但是呢，很遗憾，昨天呢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遗憾的消息，就是我们的最后呢还是确定无法出访。事实上，在赖访之前，我也在常会表达过，真的由衷的祝福他的出访能够顺利、圆满、平安、成功。那很可惜，最后没有办法成行。但是我更遗憾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气急败坏，要不然就是躲进自己的同温层讨拍取暖，要不然就是把气出在野党的身上。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挫败，不应该等闲视之。为什么出行之前是不是严重的误判局势？那么严重的误判局势又是怎么出现的，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最后一天才出现了不可预知的突发状况，还是事实上它已经代表着整体国家处境的万分艰难？民进党执政10年，我们的外交友邦如同雪崩般的结束，我们已经被逼到退无可退的角落了。难道不应该用更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去检讨吗？误判了什么形势？为什么误判形势？出访为什么连落地转机的地方都找不到？究其根源，难道不是整个两岸论述的严重错误吗？对非洲的国家进行指责的时候，我看到报道，对方也召开新闻、发布新闻，表示因为他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我也要在这边郑重的请教，请问民进党有哪一个国家支持台独？请你告诉我。全世界都能接受92共识，都不支持台独，你为什么可以一意孤行？外交一路挫败，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检讨自己，而不是总是检讨别人。身为在野党，我们跟全世界一样反对台独。身为在野党，在两岸兵凶战危的时候，勇敢地跨出和平的第一步。我并不奢望来自政府的鼓励支持跟理解，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外交面对如此的困境，
身为执政当家的在野党，执政当家的执政党，难道不应该更冷静、成熟、负责任的重新去思考，抗中真的能保台吗？这么多年下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抗中不但没有办法保台，反而害台，反而毁台。相反的，今天我们国民党希望的是和路，才能够真的护台，才能够兴台，才能够旺台。讲到兴台，讲到旺台，立委此行正式的宣布了10项惠台政策，立刻得到了台澎金马内部各大产业的积极热烈回响。为什么？中断10年，对多少产业造成严重的打击，面临发展的瓶颈，政府不闻不问，视若不见。对岸提出10项政策，酸言酸语不断打击。感谢商总在星期一召集了7大产业工会，共同回应了台办所释出的10项惠台政策。结果，我们的政府没有任何证据，就扣人家帽子，说什么被对岸威胁施压，破坏和平的契机，发展的机会。今天民进党遇到挫折，不自己检讨，把气出在国民党身上，霸凌在野党也就算了，你不应该跟台湾人民为敌，你不应该跟台湾人民的发展、台湾人民的福祉为敌，你应该要谦卑的听听来自产业的声音，来自各行各业的心声。你真的不知道人家撑得有多苦，不要忘记我们大家从政的初衷。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气急败坏，我们还是希望赶快沉淀下来，进行全面的检讨，调整自己的步伐，不要为了你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葬送陪葬所有台湾人民的未来。今天我们为的是希望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谋取更大的福祉跟利益。昨天立文才到了屏东去到增咖，去看了我们的养殖渔业者，石斑鱼为几斤起到4-5斤啊！想想百姓每一天都在为生活拼搏啊，你们在拼什么？我看不懂民进党你们在拼什么。所以今天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正式的提醒民进党政府，你们领的可是我们老百姓的纳税钱，请你们要好好的在你的位置上面，不要我真的不想再批评了。但是今天面对重大的外交挫败，台湾何去何从？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冷静，回归理性，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扩大更多的两岸的交流互惠，让许许多多台湾的农渔民、台湾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台湾的服务业、观光旅游业能够看到和平曙光所带来的希望跟红利。所以在这边还是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中国国民党还是会坚定的在这条路上面保护台澎金马，争取人民最大的福祉。尹乃菁前一天的发言还呼吁中国大陆克制、减少打压，给予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空间，丝毫不提9·2共识，丝毫不提反对台独啊！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确定了郑丽文坚持的两岸和平的和解路线以后，整个国民党就应该做到一致对外，
无论是在对民进党的斗争中，还是在一些舆论方面，否则啊，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这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郑主席的发言之后，尹乃菁在回答记者的时候的态度也是有所转变的。各位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因为刚才主席在那个常会前的时候呢，已经针对赖清德被迫暂缓访问史瓦蒂尼这件事情已经有发表谈话。那除此之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请说。经济新闻提问，想问一下主委，就是今天中国大陆外交部有说世界不存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那想问国民党对此有什么回应？两岸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马任内的时候，因为呢双方我们有9·2共识啊作为互信的这个政治基础。所以说呢，我们是治权互不否认啊。我愿意再次重申啊，就是因为呢任内的时候，两岸呢因为有9·2共识的政治基础作为互信，当时呢两岸呢就采取外交收兵的政策。我想今天郑主席呢在常会前的谈话呢，已经充分的表达了我们现在国民党对于当前所面对的外交困境的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检讨和感慨。我要在此呢再次的重申，1992年那个是在李登辉任内的时候，两岸两会，也就是两岸政府授权的白手套海基会和海协会，在1992年的香港会谈，最后呢通过呢双方的函电，达成了各自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而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呢，我们完整还原当时的结果。1992年11月，海协会呢跟海基会是在香港会谈还有后面的函电往来，达成了各自以口头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而我方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两岸呢经历过了很长时间的封闭隔绝。在1987年，当时的蒋经国宣布开放两岸探亲之后，我们就打破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开始松动。两岸之间呢，因为人民的往来互相非常的密切，所以就衍生了很多因为民众的需要，他们必须要去处理的相关的一个事项。在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之前的时候，当时台湾呢是由红十字会，然后大陆的红会，在金门签署了所谓的金门协议，解决偷渡客的问题。后来成立了陆委会，对方呢就是国务院台办。在这样子的一个授权的委托的机构的白手套情形之下，达成了1992年各自以口头表述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之间因为有这样子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和互信，所以在一个过去老死不相往来、汉贼不两立的一个外交的空间和场域里面，达成了外交收兵和活路外交。政府的之间所签署的协议和两岸政府之间所达成的9·2共识的口头声明，以及马英九任内达成的23项协议，这个23项协议在蔡英文和赖清德的时候，它依然还是适用的政党可以轮替，但是呢，政府之间或是两岸政府之间所达成的白手套机构所达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不能够因为政党的轮替而就不承认了。台湾从上个世纪末2000年到现在，除了2000年以来，除了马英九任职的8年期间以外，台湾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浪费了太多的口水，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抗争之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消耗台湾的各项的事务往前推进。如果今天民进党政府愿意回到1992年两岸政府授权的白手套、海基会、海协会所达成的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的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戾气了。然后呢，民进党政府呢也可以抛掉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只要废弃台独党纲，回到9·2共识，国民党、民进党跟其他的政党，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各自所关注的民生的政策上面来比政绩，来比谁的政策对民众更有利，台湾就可以向前走。诚恳地呼吁民进党政府不要再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抗中意识形态的束缚了，请民进党政府废弃台独党纲，回到9·2共识。其实呢，国民党呢现在就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与台独呢彻底的切割将台湾人民乐见的牌好好的打下去，喊话赖清德放弃台独，下架台独纲领，将台独根本没戏的真实一面掰开了揉碎了给岛内的民众好好看看，直击民进党最薄弱的一面争取最大的台湾的这些民意的公约数，能够在2028蓝白合拉下民进党，这才是给台湾带来和平的唯一的希望曙光。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